如果文明是一座大厦，那么它的地基注定是肮脏的，因为它埋在土里，不见天日。这是大秦全案的最后一期，也是这幅巨大拼图的最后一块。今天我们要把这块拼图安放回它原本的位置。回望过去，我们谈论了商鞅的法度，谈论了白起的屠刀，谈论了宣太后的隐忍，谈论了荆轲的那把短剑，它们都是零件，都是齿轮，都是燃料。但如果没有今天这个名字，这一切都将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生锈通铁。嬴政，他不是这台机器的发明者，他是这台机器的灵魂。当这最后一块拼图落下，你会发现我们拼凑的不是一个朝代，而是整个历史依然身处其中的引力场。这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2000年后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轨道上运行，无法逃逸。虽千万人，吾往矣。回头看吧，看向嬴政身后的那片阴影，你会发现在他登基之前，早已有一排人为了这台机器的启动，主动或者被动地弄脏了自己的双手。第一个走来的是商鞅，他是一个冷静的疯子。130年前，他把一种名为法家的剧毒注入了秦国的血管，他亲手撕碎了所有的道德面纱，写下了一行残酷的铁律：守急等于爵位，耕战等于生存。他把秦国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在这里，邻里之间互为眼线，父子之间唯有算计。每一颗粮食的去向都被登记，每一寸土地的产出都被量化。为了这行铁律，他五马分尸，他用自己的血为这台机器完成了第一次祭旗。第二个走来的是宣太后芈八子，他交给了秦国另一种生存哲学，实用主义的极致。为了解决义渠人的威胁，他没有动用甲士，他用的是自己。30年的私情，2个私生子，换来的是义渠王的人头和甘泉宫的一场诱杀。他告诉后来的嬴政，王座之上没有男女，只有成败，只有利益的精准交换。第三个是白起，他是这台机器衍生出的死神。长平之战，40万降卒，杀还是不杀？如果杀，他是千古屠夫；如果不杀，秦国又要多流30年的血。他选择了背负，他把40万条人命的业障一个人扛了下来。当长平的黑土掩盖了那些求饶声时，他知道自己已经下了地狱。还有吕不韦，这个把权力当成生意的商人，他以为自己能买下这个国家，却最终发现在这台冷酷的机器面前，所有的投资都要连本带利地吐出来。当他举起那杯毒酒时，他终于明白，商人可以拥有金钱，但无法拥有那股名为权力的洪流。商鞅献祭了肉体，宣太后献祭了名节，白起献祭了良知，吕不韦献祭了身家。他们就像是黑暗里的清道夫，铲平了荆棘，填平了沟壑，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干完了，然后把一个干干净净由于过于强大而显得恐怖的秦国交到了那个人的手里。六王毕，四害一。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接过了这把沾满鲜血的剑。很多人说他是暴君，说他是毒夫，但如果我们剥离掉道德的指责，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悲剧的承担者。他厌恶那些蜿蜒的国界，厌恶那些难以换算的货币，厌恶那些参差不齐的壁垒。在他眼里，这参差不齐的世界就是动乱的根源。他是一个有着极致偏执的几何学家，他要用手中的铁尺把这个世界所有粗糙的边缘全部切掉，切掉赵国的倔强，切掉楚国的浪漫，切掉齐国的富庶。这是一种极度理性的暴力。在秦军的阵列里，你看不见个人，你只能看见黑色的森林。那是6米长的长披，那是密集如雨的3棱剑族，那是被统一发型、统一甲胄包裹的生物。人被简化成了几何图形，他让所有人闭嘴，只为了让这台国家机器发出唯一的整齐划一的轰鸣。为了维持这种整齐，李斯登场了，这把帝国的剃刀帮他削去了所有的杂音。焚书，那不是为了毁灭文化，那是为了统一魂魄。他要烧掉的是借口，他要留下的是共识。这是一次对华夏文明底层的重塑。从此往后，长城的城砖、驰道的宽度、琴拳的重量，变成了这个文明的物理常数。他把度量衡的3枚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规定了什么是长，什么是重，什么是公平。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孤独，他是在替未来1000年的中国人守当下的刑。2世3世至于万世。公元前210年，沙丘，那是一个宿命般的终点。这台机器的驾驶者累了，
他死在了巡游的路上，死在了那辆密不透风的温良车里。车外是浩浩荡荡的仪仗，车内是腐烂生蛆的肉身。暴雨掩盖了尸臭，阴谋掩盖了宏图。随着他的倒下，这台精密到极致也脆弱到极致的机器瞬间崩盘。李斯这个曾经最理性的执行者，因为一念之私篡改了遗诏，亲手给这台机器埋下了自毁的祸根。他以为自己能操控一个傀儡，却最终被腰斩于咸阳市。死前，他或许会怀念上蔡东门的那条黄狗，但他早已是这台机器吐出来的残渣。接着是章邯，他是帝国最后的一道堤坝。当陈胜吴广的火焰烧遍中原，这个原本管账的少府释放了骊山的70万刑徒，曾经被帝国奴役的奴隶，成了帝国最后的卫士。他在巨鹿的火光中奋战，但他守护的不是胡亥，而是那种他曾经亲手核算过的秩序。最后是子婴，他在大厦将倾的最后一刻杀死了赵高，试图重启这台机器。他去掉了帝号，只称秦王。他跪在咸阳郊外的道旁，像一个楚国的流氓交出了玉玺。那一刻，大秦死了。阿房宫的大火烧了整整3个月，仿佛要烧尽这人间所有的罪孽。那些被强行拉直的线条再次在火光中弯曲。秦朝亡了，但这笔账真的平了吗？2000年来，无数的君王坐在他打造的龙椅上，骂着他的残暴，却用着他的制度。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宋承唐制。他们一边把秦始皇踩在脚底，一边把郡县制、官僚制、户籍制贪婪地抱在怀里。后世的盛世其实都是在吃秦朝留下的尸体。那些所谓的圣君之所以能干干净净地讲仁义，是因为最脏的血嬴政已经替他们流干了。最难走的夜路，那个被骂作毒夫的人已经替他们走完了。但是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吗？或许这才是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他为了追求那个所谓的极致秩序，是不是透支了太多？他烧掉了6国的书，也就烧掉了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如果没有秦的这种绝对规训，我们的文明会演化出另一种精致的多元，或者延续那场百家争鸣的激荡。我们永远不知道了。因为嬴政哪怕在他死后，依然霸道地毒死了所有如果。他把这个文明强行锁死在了一条单行道上，只能向前，不能转弯。他成功了吗？作为皇帝，他赢了；作为一个人，他输得一无所有。他想要子孙万世，结果他的儿女在胡亥的屠刀下无一生还，2世而亡。他想要安全感，却抹去了自己深爱的女人，史书上甚至找不到皇后的名字。他为了这台机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孤家寡人，甚至在死后与发臭的鲍鱼同行，连最后的体面都留不下。这究竟是一份遗产，还是一道诅咒？那个公元前221年的幽灵并没有离开，他只是静静地坐在兵马俑的黑暗里，看着我们这群被他重塑过的后人，在历史的循环里一次次重建他当初设计的那个世界。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骊山的深处。史记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象灌输。他在地下依然试图维持着这台机器的运转，哪怕长明灯已经熄灭，哪怕地上的宫殿已经化为焦土，但那8000个兵马俑依然保持着临战的姿态，没有一个闭眼，没有一个懈怠。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固执，仿佛只要那个人一声令下，这支地下的幽灵军团就会随时冲出黄土，再次执行那行2000年前的铁律。死亡只是肉体的终止，对于大秦这台机器而言，它从未关机，它只是在漫长的黑暗中待机。这本账或许永远也算不清了。大秦全案至此完结。